大家好，我是乔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人到60一定要停止做这8件事。有很多的老年人退休之后对生活感到迷茫，不知所措，一种感受令他们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意思，而这种想法不但会令自己过得不如意，甚至还会为儿女带来麻烦。这里有一位老人，他写给自己的一封信里面就讲到了老年需要停止做的8件事，这样才能够很好的享受退休之后的时光。没有一句空话，没有一句客套话，说的全部是家常话，每一点都非常之朴实具体有益，而且每一条都可以做到哦，对于每一位中老年的朋友都是有用的。第一件事就是回忆过去，现在人们的生活都是非常幸福的了，基本上想吃啥吃啥，想干啥干啥，想玩啥玩啥。可是越是生活的安逸，老年人越容易怀念以前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也就是所谓的怀旧的心理。但实质上偶尔的怀旧没有问题，还能够激发对生活的珍惜，但频繁的怀旧有时很惹人烦，让人感受没完没了。因此老年人不要一味地沉醉于过去的回忆，要积极乐观地向前看，过好我们人生之中最黄金的20-30年。第二件事就是停止生气。年轻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脾气的，特别是子女不听话的时候，总是会少不了骂一下他们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打他们。但是现在你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，我们可以运用累积的经验智慧提供给他们做参考，并且保持我们慈爱幽默的态度，不要因为儿女面前有意见就啰嗦或者是生气，以免影响两代人的关系紧张。有些老年人感情特别的脆弱，稍有不如意就生气。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自尊心特别的强，年轻人稍不顺着他就开始生气。俗话说得好，病从气生，气伤身，气是万病之源，生气的结果就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如果整天闷闷不乐，身体能好吗？长寿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生气，整天开开心心微笑面对生活，所以生气的问题要不得。第3件事就是抱怨。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老年人都喜欢比来比去，总感觉别人家的啥都好，自己家里一地鸡毛。其实那是别人家的情况他不了解，只看到表面的现象，其实是海面风平浪静，海内波涛汹涌。再想想，你抱怨来抱怨去又有什么用呢？只能是徒增烦恼，还不如一切顺其自然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要多看到自己家里的好处，用宽容的心态，扩大的眼光去对待一切，自然就心满意足了。第4件事就是等待。俗话说时光荏苒，弹指一挥间。已经60以上的老年人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没有更多的机会，也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想要什么就去买，想吃什么就去吃，别再说什么等以后，等有时间，等过几天了再说吧。你可以等时间，但时间绝不会等你。有时错过就是错过，机会不等人，真的就是过了这村没有那个店了。有人说等过段时间我要去南方旅游，再到北方看看草原，到海边看看大海，到雪山看看大雪，可等来等去啥也没做到，再一看老了，哪也去不了了，是不是感到后悔了呢？第5件事就是孤独。现在的社会，孤独成了很多60岁以上老年人面对的重大问题。很多人都围在孩子转，孩子到哪里，老人就跟到哪里去帮忙，帮来帮去，人生地不熟，平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定要有一项自己的业余爱好，比如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拍抖音、刷视频、吹拉弹唱，经常有一帮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一起聚一聚，
切磋切磋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活力和幸福感。第6件事就是停止多管闲事。做老人有个秘诀，就是对于一些事情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该过去就过去，不要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，要给儿女一定的生活空间，不要过多的干涉他们的生活。尤其在孙辈们的教育问题上，老年人千万不要以有经验而自居，应该明白孩子的父母是谁，尽量按照他们的观点去带孩子，教育下一代。否则你如果管多了，不但达不到好的效果，而且真的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，真正的是出力不讨好了。第7件事就是唠叨。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是一句话：我走过的路比你走过的桥还多。所以对于子女的健康、婚恋、工作等的问题，总是唠唠叨叨的，就怕孩子们某些方面由于经验不足而吃亏。而年轻人最反感老年人反复的唠叨一件事情。事实上，现在社会的网络通讯这么发达，什么东西网上没有啊？孩子懂的东西，老人们有时看到没看过，更不用说是想了。所以作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一定要摒弃那种陈旧的思想，千万少唠叨。有些事孩子们心里清楚，自己有谱，你也就别总啰嗦操心了。第8件事就是存钱。所以把存钱放到最后一件事上，就是因为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是存钱高手，平时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更舍不得花，能省1分是1分，能存1毛是1毛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那不妨停下存钱的脚步吧。钱到了银行，那就不过只是一组数字。辛辛苦苦了一辈子，真的应该要对自己好一点了。在自己能力范围内，不要太在乎1斤鸡蛋多少钱，1斤猪肉多少钱。要舍得花钱，那才是对自己的回馈。如果总是刻薄自己，把钱存起来，那只能算是一串又一串的数字，对自己的生活甚至身体已经毫无意义。真的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想花都花不了了，是不是好残忍的一件事情啊？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守望。小朋友时候守望成真，信手涂抹七彩的画板；寒窗的时候守望理想，孜孜不倦地编辑美好的梦幻；工作后守望事业爱情，在追逐之中感悟生活的甜蜜和艰难。慢慢，最终我们开始守望归属，守望一方宁静的港湾，守望住生命的轮回人生。只要我们心中有希望，对于生活有向往，静下心来，笑看人生风雨，看花开花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